也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一边啊。他们的选蓝次数有34次，排在联盟的第2位。但是从胜率上面来说的话，他们自己其实红方要比蓝方更高一点点。是的，不知道今天快手会不会连续用野核啊，在高位出，不给对面针对的机会。那我可以点几个，我觉得今天他们可以去用到的：静飞、橘右京和裴擒虎。 这4个英雄都是高胜率的。我粗略的算了一下，句号的野核的胜率是在70%左右的，很高。LGD 的班位是给到了公孙离和静，针对了一个野核。没错，也针对了妖刀的公孙离。这个赛季他最多英雄，然后胜率66%的一个英雄。是的，快手这边是没有搬鲁班大师啊，鲁班大师放了，搬的是沈梦溪跟大司命。哎，鲁班大师前面我们还在提呢，小仔这边在这个赛季用了4次全胜。没错。 而且都是配的鲁班7号，这是他们的一个吃分体系了。那我觉得，既然快手在红方选择放出来，一定是已经想好怎么针对了。除了静，那就是裴擒虎可以用来去打。裴擒虎，然后包括游走位置的苏烈这样的英雄，或者是杨玉环。对，就2套体系。先出了射手狄仁杰，不怕被拉，他也不怕对面摇摆不出鲁班7号。没错。 那就看 LGD NBW 会不会变招啊，还是说相信自己的鲁班复活？毕竟鲁班父子是100%胜率嘛。选择了用，因为他的凯用过了，然后他选择了用圆坦去对老虎。哎，变招了，选了艾琳。那这个下路的对线狄仁杰就裂了。那就看这个游走位，其实讲道理，对面变招了，他也没必要硬选杨玉环。他也可以改个像墨子这样的英雄，或者。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先藏一手5楼鬼谷子？可以啊，可以藏一手。快手这边是直接亮蒙恬了。对，那这样是对于裴擒虎来讲很舒服啊。他对抗的是一个前期不需要经济就能扛能打的点。下路的话，虽然是被反 counter 了，但是老虎在上半区打架还是很凶猛的。他的发育会得到保证。 那这把快手组建的就是一个坦边加上野核，然后打节奏的、打速推的阵容。今天快手的 BP 明显是有变化的。对，被针对了之后，那我就想办法尽可能先去帮句号拿英雄。只要我3线的强度保证，那这样我的打野也不会受到干扰嘛。对，快手这边搬的全是小洛、黄铁、关羽、影。其实打蒙恬的话。 包括切狄仁杰的话，我感觉亚莲还不错呀，只是亚莲有点烦老虎。先看 LGD 这边的班位，3手搬的是流浪，骑士真姬以及安琪拉全搬了，没错。4楼抢一手嬴政，这样快手组建的就是一个平推了。那你觉得5楼有没有可能盾山啊？盾山应该不太会吧，左边阵容控制还挺多的。先看一下 LGD NBW 怎么说。火舞对面是蒙恬。 蒙恬开大在正面，火舞有点难玩，但是他的火舞其实不是为了其他人，就是为了句号而去的。没错。然后给小洛拿了一手还是能 C 的英雄夏洛特，能抗压自己玩。而且夏洛特在这一把他去处理嬴政和狄仁杰相对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都是一些出伤比较慢的英雄，然后夏洛特切进去有一定装备了以后比较好粘人。那就看快手的。 经典的红丝网5楼会操出什么样的英雄？没错，这也是第2轮当时快手在 PP 上面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。蔡文姬，蔡文姬加蒙恬的奶桶阵，奶桶阵，然后同时这样一套阵容，他不怕火舞的一个途径，很 counter 火舞啊。没错。前面的话 ，LGD NBW 爆发最高的点是艾琳跟火舞，这2个点前期配合上圆坦的控制，如果能打出优势的话，右边这套阵容估计还是有点扛不住的。但是，一旦快手这边蔡文姬有了个2件装备的时候，他们这个阵容在正面打架就很厉害了。艾琳的伤害、火舞的伤害全部都会被稀释掉。圆坦本身就是一个越往后打，他的伤害打到前排身上越不痛的英雄。没错。所以到后边真正的 C 就只能看夏洛特了。那这需要一定的一个发育时间，对于 LGD NBW 来说。而快手的话，我觉得他们是一个4级产生质变的阵容，到4级，然后包括4分钟龙团也会是他们的一个强势期。我觉得快手这把最理想的状态就是4分钟拿完龙，然后狄仁杰开始推外塔，推完了以后转上再推，转中再推，就是一个平推节奏。他们是一个打线上推塔节奏非常厉害的
阵容组合。对，他们的手长的英雄3个，再加上有一个大前排，打正面很厉害，但是打野区，像他这种多后排阵容容易被蹲、被绕，就没有那么擅长了。所以快手这把是要打转线速推的，然后包括像你刚刚说到蔡文姬这个英雄，一旦有一定装备了以后，快手在中期的续航也得到保证，就可以速推的去终结比赛，这是他们最理想的节奏了。而对于 LGD NBW 来说的话，这一把我感觉他们就得去抢一些节奏出来了。最简单就是接 combo，鲁班纳斯到4级之后绝对不要去。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去保着小九，他一定要出来跟着自己的中野去找机会开对面的人，去找一些破局点，甚至是裴擒虎这把还挺怕鲁班纳斯跟火舞跟原坦的控制配合，直接把他给秒了的。没错，一定要多去主动找机会，因为在前期 LGD NBW 他们的一个中野辅 gank 效率会比较高，对面基本上没有能够吃得住这3个人集火一套的英雄。对，打 combo 类，对，去打快手吊点，让快手爆不起来。是的。就如果说真的等到那种5-5正面大团的情况底下，在中期 LGD NBW 就比较乏力了，除非就是等到一个大后期的情况底下，下路推也成型了，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博弈的阶段了。其实理论上这个阵容裴擒虎是不好发挥的，但既然高位给句号选择到了野河，今天快手就是冲着说我希望把我自己第2轮的那几个点，我自己的长处全部都发挥出来，包括这一把5楼出道的蔡文姬，也是子阳本赛季的第1把嘛，用了5楼的一个 counter 位。而 LGD NBW 的话呢，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一种换人也会对他们的一个配合提出新的要求，对吧？但我觉得黎明压力也挺大的。对，这么久没打比赛，突然一上来就打 S 组，而且是队伍的状态不好的情况之下，还是生死战。那看一下他拿到自信的法刺能不能够带领队伍先去扳回一局。进入比赛，蓝色方杭州 LGD NBW， 红色方苏州快手。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裴擒虎想边开啊，好久不见的招数，小洛出现了，上来就先针对一攻，这真的没有脾气，我觉得确实没脾气，这就是战术上面的一个设计和布置。他本来1打1都不好打蒙恬，对，更别说再来个裴擒虎，这把句号没节奏，他就可以配合上蒙恬打边路。而下路的一个2对线上面的话呢，互相换血对于快手来说是不怕的。我有续航。对。中轴都已经下来了。这个红损还不好说。快手这边是等妖刀先回去吃个血包，然后满状态再过来拼。那艾琳也吃了一个血包。但这波快手是选择中路直接放线不走了，中线让老虎去补，然后下路把这个红损控到。都是放给打野单吃了第2波线。没错。这个赤甲是被黎明的火舞抢到了。流浪在玩到嬴政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场均的团战伤害是相当高的，甚至还有跳出过他对于双 C 的一个团战伤害都是非常高的。是的，他的角度还是找的比较好的，能够直接扫到对面后排。对的。下路压线打得很凶。下路补的这个蔡文姬让艾琳也没有办法。其实艾琳打狄仁杰，他的优势就是他的频繁的消耗让狄仁杰吃不消。艾琳再加上自己的出装上会带回复嘛，但是因为蔡文姬的出现，他的消耗好像没什么用了。再加上妖刀本身就是一个对线能力非常老练的选手了，所以他们整体对面的处理上面都使得快手下路有一条优势线。看到7嘉宾实时预测看到的都是苏州快手。这波 LGD NBW 是让小仔帮忙抢中，然后转下帮忙解一下压力。上路空间阵营是小洛拿到的。还想过来抢赤甲？没错。看这扇子，又抢到了。黎明这把在下路可以啊，抢到了对手2个赤甲。小仔的鲁班纳斯已经4级了，其实我感觉他可以去中路了，找找机会。
中路嬴政和裴擒虎都挺怕鲁文纳士的先手。对。但是目前他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他其实，在下路看着艾琳一起对线的话，只有在被卡线的情况下他才有用。正常军事情况之下，小九现在也压不死对面，就只能拼发育了。因为对于 LGD NBW 来说，他们比较好的就是前期中辅可以去有一个河道视野，给到对面的压力。你看火舞其实一直看着嬴政的，对，火舞清完线之后消失视野，嬴政不太敢走河道了，没有人掩护他。快手这边不着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等4分钟龙团，看一下句号直接扑了进去，先和小罗换一波状态，他不准备打，他这波感觉不准备打，哎，还是要去啊。下路的一个位置，这一波闪开小仔的一个瞬间动手，但是妖刀反应非常快，闪现拉开了。裴擒虎传送直接被拉回来了，而且蒙恬这边要传下来。这一波龙上面的话，句号的铼是还没有好的。然后妖刀也没有闪，子阳没有进化 ，LG 的 NBW 想先动，但是蒙恬一个人卡住了。看一下后方，袁坦这边砸了进去，让小罗经常把妖刀给秒掉了。后方那个位置，嬴政要给一个大招，但伤量不太够。这边的龙也是小白熊拿到。确实句号这边没铼，他也没办法。而且刚才蒙恬冲过去之后，也算帮忙打龙了吧？一瞬间双方打起来了。哎，这里又拉回来了，拉回来，然后小罗这边先我们现在打了出来，看一下能不能追，差一点点。被动层数不够。打不出足够的伤害，然后刚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情况 ，LGD NBW 前期要多主动的去找机会去接 combo。对，鲁伯纳斯跳踩带着圆坦砸进去之后，那个画面对于快手后排是毁灭性打击。这个节点的蔡文姬就算开大招也奶不回多少。而且是在这个4分钟龙团发生之前 ，LGD NBW 已经做了一个提前的动作了，就是下路当时小仔已经闪开过一波，把妖刀的闪和子阳的进化都打掉了。所以他在第二波进场带着圆坦的情况之下，配合上火舞那个伤害跟控制就拉得非常满。对，而快手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不想放过自己这个4分钟龙团的强势点。但你刚刚说了，句号当时是没有惩击的。是的。再转上，这波是选择嬴政加上蒙恬双双开大去守塔，然后很好守。老虎带了一波下线，他感觉萝卜可能要用命守啊，对面要越他了。他这边比较细节，想把你卡一下，但伤害还是灌上了。用命拖缓了一波 LGD NBW 的进攻，让句号下路的裴擒虎得到了一波发育。没错。其实我上路看到句号当时是去追小路下路特的时候，我都以为他要放弃这条龙的争夺，直接去上路打反面节奏压塔。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传过去打架，结果没打过。不过他自己的经济倒还可以。没怎么掉。现在狄仁杰的处境就比较尴尬了，因为这个位置拉回来，拉到了蔡文姬，但蔡文姬就给他拉了，没有交进化。这把 LGD NBW 在自己的一个双边发育上面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小洛这边对位领先了快1000，然后小九这边的话对位也是领先了快要差不多600多块钱。所以他们要赶紧找架打。就像刚刚那种红区，他们第一时间如果人齐的话拉回来，那就直接去秒这个蔡文姬，就去接 combo。这个阶段他们还是有比较强的爆发，且对面的魔法就法抗法抗其实还没有堆起来嘛。没错，魔法防御不高，打了一波3-2的节奏，下路让夏洛特又悠了一波线过去。这把两边应该更多都是要在双边线上面去做节奏的。快手中路有个嬴政，对面很难推，然后 LGD NBW 现在有一个正面的优势，得注意一下中轴，看能不能打那种夹击团。但裴擒虎现在就是避开正面去带线发育。这波火舞直接闪开，把人带回来，圆坦砸进去，跳2下，小九拿到这个击杀，把妖刀给留下。这波也是打了个强开。现在 LGD NBW 想要扩大场上的局面，就要这种团。黎明现在他站出来了，找着了机会，拿到他自己非常自信的一手不知火舞。现在接 combo 快手除了蔡文姬开大保蒙恬扛得住以外，其他人都应该是扛不住的。下路这波 solo， 句号现在的带线只能避开小洛。
他现在不好打。这盘阵容选出来，他的裴擒虎就不是很好发挥。那么这把黎明他其实可以频繁的帮小洛带的那条线去蹲，就是他和小洛两个人加起来，整体一个 gank 效率也会变得更高。就没闪你去帮小洛蹲，有闪的话就尝试去正面找机会，像刚才一样去开团。是的。句号打反面节奏，你推我下2塔，我反你蓝 buff。在打野的对位上倒是拉开了不小的一个差距，他也是领跑全场的经济，但是在整体的经济上的话 ，LGD NBW 还是领先的。这把小洛的发育是非常好的。我们来回顾一下黎明的刚刚那波开团，直接就一闪开，非常果断。那妖当时是好像什么技能都没交，对吧？就一直在往后跑，等蔡文姬过来奶他。包括快手频繁的爆中，也是因为这套阵容，我们说到他们的理想节奏应该是推双边塔，然后再转中的嘛。但是现在双边外塔都没了，他第一波打裂了，很被动，有点推不起来了，因为他没有视野。所以他们就一直集合在中路，希望说，哎，能不能钻一个空子，对面不在的时候找到一些机会，给中路施压。9分半，打了一波对角线的节奏。链子已经点过了，萝卜这边开大卡人，然后侧面看一下老虎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时机，但是小九这边直接反开一手大招，再看一下萝卜闪戳过去，差一下被小九闪现给拉扯开了。不过 LGD NBW 所有人都被打残，缺致死的伤害。刚才句号是想单点破局，但是艾琳这边其实有吃了支配者的，不是很怕。这盘小洛的实时经济是7137，他胜场的平均10分钟经济是7394，还没有达到。但是非常接近了，已经是顺风局了。是的。小洛在达成刚才他10分钟平均经济的情况之下，胜率是接近60%的，但这盘是没有达到。老虎位置还不错，找到了机会，直接把黎明给咬残。也是看到了夏洛特在过下线。这盘句号确实是拿了经济，他真办事儿啊！他很敢上去抓机会，打破先手，就算没打死，也要把你的状态给打残。就既然给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经济的优先级，就得打出这种瞬间的爆发。但是 LGD NBW 补了一波状态，可以继续回来。再看一下正面，有点想强开，圆弹也砸进去，配合上火舞的一波进场，小罗把妖刀给切死了。后方的一个位置，黎明自己倒在里面，这波嬴政伤害也打得不错，看见裴擒虎直接一口咬了进去，咬得相当不错啊！直接团灭了杭州 LGD NBW， 罗伯的蒙恬拿了一波3连决胜，句号的裴擒虎一波双杀到手，中路的话有兵线，想要直接又跟上局一样一波猝死掉杭州 LGD NBW 啊！要打猝死团吗？快手的上野萝卜和句号这波团战把最后的 AOE 给砸满了，中路的兵线在路上了，火舞快要复活，但是为时已晚，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。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！在正面的那波团战，当时所有人把第一波的技能和伤害全部交给妖刀了，确实全给妖刀了。这把全开的是妖刀的狄仁杰，狄仁杰死了3次，但没关系，这一波直接是被他的队友全部反打成功了。萝卜和句号上野的 combo， 我们来听一下评论系的看法。恭喜苏州快手2比0来到赛点，而且是一场非常漂亮的翻盘。